嗨，我是君令，给我10分钟，让你写字更轻松。这是一个有关写字教学的频道，欢迎在这边和我一起学习。大部分的人写不好字，原因都是不晓得写字是有方法的。有关快速改变字体的所有诀窍，我都整理在15日美字养成班，你可以参考影片下方的连结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书写字体时，有时我们会遇到同样的结构重复出现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明白方法和原理，你就再也不用害怕遇到这一类的字，而且可以轻松的把它写好看哦。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赞、按热推，接着分享影片给同样也想要改变字体的人，然后订阅这个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教学影片哦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来介绍第一个类型，这个类型是上下同行，上小下大。这个意思是上方书写的结构字，如果在下方再叠加一个，那么上方书写的部分要小一点，下方书写的部分要大一点。我来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，我们把2个土字叠加在一起吧。这个字是乌拉圭的圭，那我们来写第一个土咯。第一个土书写的大小，我们会让它稍微小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先下一笔横画，接着笔直的竖画，接下来我们再下一笔横画。第一个部件已经完成了，上面这个部分写小些，接下来下方的部件我们要让它写大一点咯。所以接下来的横画抓一样等距均间的位置下横画，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竖画，就在刚刚竖画的下方继续沿着这个轨迹继续写竖画，接着下方的这个横画再让它拉长一点书写。所以上方的土字跟下方的土字做比较，上面的土字会小一点，下面的土字会大一点，上下同行，上小下大。在这个字的书写中，注意每一个横向笔画的空间要大致均等，做到均间，让竖向笔画上下相对，做到竖竖直对，上面的部分写小，下面的部分略大，这样龟字的书写就可以处理得很不错咯。接着我们来教大家书写吕字哦。吕字上方有一个口，下方也有一个口，上下同行，上小下大。我们先来书写上面的口，先下一笔直一点的竖画，接着我们写横、折，横的角度略微上扬，折的角度较为倾斜，接着我们再下横画。接下来我们要下中间的撇画，撇画让它短短的在中间书写就好。接着我们要下竖画咯，可以抓上方竖画的稍微隔壁一点点的位置写竖画。接着我们要再下横折了，横折转弯的角度要比上方这个横折转弯角度再略往右边一点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书写横折。接下来我们再书写最后一笔的横画咯，横画从这边往外延伸，稍微突出一点，吕字就可以轻松完成咯。书写时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口部的高度，口部的高度不需要太高，这是一个比较扁平状的口部结构哦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多这个字，多这个字呢是2个细，上面的细要写小些，下面的细要写大些，那我们就来书写咯。首先我们要先来处理这一笔的撇画，先按一下，再往旁边快速撇出，那么接着我们就下横撇咯。这边的横撇横画的部分我会让它缩得短短的，撇画会停留在第一笔撇画的下方这个位置，
接着再下一笔的点画。接下来我们要下一笔的撇画咯，抓一个均尖的位置，在这边下撇画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写横，重复刚刚的步骤，撇，但这笔的撇画会让它拉长些，再紧接着抓一样相等的空间距离，在这里再下点画。上下同行，上小下大。在书写多字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这斜向的笔画也都会维持大致的均尖，做到斜向笔画的撇画均尖哦。上下同行，上小下大，这样子的原则理解上不困难，操作的时候只要多加留意，同样的笔画跟结构之间要均尖安排，就可以书写得很不错咯。再接着跟大家分享另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是左右同行，左小右大。我来举鹏这个字做例子，跟大家做说明。鹏字左侧是月，右侧也是月。当左右两个部件一样时，我们会把左边的部件写小一点，右边的部件写大一点。那我们就来示范书写给大家看哦。鹏字的第一笔是竖撇，竖撇的写法会是先竖再撇。上段的部分几乎看起来跟竖一样，下段的部分再慢慢的往左侧稍微弯出一些。接着我们要下横折钩咯，横会先往上扬，折往下转折，到下方超越撇画之后再勾回。那么中间的横画部分呢，我们会把第一笔横画往上切一点，第二笔横画抓均尖的位置再切，第一块跟第二块差不多大，第三块感觉是最大的。接着我们要再下隔壁的竖撇咯，隔壁的竖撇的起笔会在这个横折钩起笔的这个位置下竖撇，一样先竖再往外一点点的撇出。接下来我们要下横折钩咯，这个时候一样再抓一个上扬的弧度，可以写的比左侧的月部来的大一些，然后再往下直直的往下勾，然后比撇画还要再更长一些，再勾回。好，我们来观察一下两个月的字形结构哦，会发现左侧的月比较小一些，右侧的月比较大一些。那么横画的部分可以对着这笔横画写过来，这边也对着这笔横画切过来，这样子鹏字的书写就完成咯。右侧的月字起笔处高一点，转折处多一点，横折钩书写处再下降一点，那么就可以书写出比左边的月来得大一点的字形咯。接着来教大家书写树林的林。树林的林呢，是两个木字所组成的，左右同行，左小右大。我们要把左侧的木写得小一些，把右侧的木写得大一点哦。首先我们先来写第一笔的横画了，第一笔横画微微的上扬，接着第二笔的竖画，我们笔直的往下书写。接下来第三笔是撇画咯，从这边撇出之后，要把这块空间均等的分配。接着我们再下点画咯，点画小小的一点锁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在左侧部件的右边会有一道隐形的墙哦，这道墙会挡住笔画的前进，让左侧的笔画不去影响右侧部件笔画的书写哦。接下来下一笔的横画，我们要稍微下降一点，左侧的木横画在这个位置，那么右侧的木横画就降一点到这个位置。接下来我们再下竖画，竖画稍微起笔比这一笔竖画来的高一些些，在这里长度也略长一些。接下来我们再写撇画咯，一样平均分配，到这边停住，不要超过隐形的墙。再一笔的捺画要往外延伸哦，我们从稍微下来一点，大概这个地方
延伸出捺画往旁边，然后再轻轻的拉出一点点。树林的林的书写状态，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，就可以把整个字体处理得很稳定，而且又好看哦。书写时要注意，这一块空间跟这一块空间要切割均等，这一块空间跟这一块空间也要均间。那么中间这道隐形的墙，我现在用红笔标示出来的这个部分，是左右结构字体拼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记得笔画要停止在这道墙之前，才能让左右结构的字体拼凑更加的顺利哦。上下同行，上小下大，左右同行，左小右大，这两个观念和原则都是为了让字体的书写架构更稳定而产生的。如果上大下小，那么重心就会不稳哦；左大右小，那么重心就会倾斜。想要写好字，就不能不知道这些关于写字的细节哦。影片下方的15日美字养成班是一套系统性的课程，专门为了想要快速改变字体的人制作。你可以把系统性的写字课程一次打包带回家，直接一次学会整个书写架构理论，然后轻松的模仿，有效的改变字体。在一边上课的过程中，你就能够马上感受到自己的字体开始有了不同，非常推荐给你哦。另外，如果你需要字帖帮助自己练习书写，基本笔画字帖和书写架构字帖都是你很棒的选择哦。喜欢我的分享吗？如果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请在下方的留言栏处写下我喜欢你的分享。每一份留言，每一个肯定，都给我满满的鼓励和动力，于是我就又努力的继续分享下去咯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